太高了吧？哇，高也光，这不是那个动漫的那个。曾迷老的他出现在我最窘迫的年纪，我无法自拔。像夜空的星光，照亮了野草，享受新的枝桠。汹涌而来，才让人毫无办法。勇敢的产生感情，却不敢对话。这单方面的爱，让镜子里的自己显得廉价。有朋友说换衣服，没换，朋友们啊，没换。哪能老换？也没有那么多衣服了。衣服没有那么多了，就可能以前衣服多一点，后来衣服也变少了，都挂闲鱼上卖了，挂在闲鱼上出售出去了，都已经。所以，对旧的一些衣服都挂闲鱼卖了。在网上真的是啊，就是在那吹牛，真是感觉不触犯法律。有朋友说多少钱了？报价我买，报价我买，我买。我谈谈后面的娃娃，那娃娃有啥可谈的？啊。有朋友说刘海挡着眼睛舒服吗？就是这种，就是有一种忧郁感。哪怕这个头发已经扎眼睛，扎的难受到不行了，一样戴着，就是有一种这样会有一种就是忧郁男孩的感觉。哎。你自己看好看吗？很帅气。很帅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已经有很多人说我长得不好看了，我自己一定要肯定我自己，我就很帅气好看。然后地球超新鲜2还是原班人马吗？这我不知道啊，我又不是导演组，我又不是一统，只是说那个人家找谁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权利嘛，对吧？我找我就去，不找我也没资格去嘛，就是都一样的。你就是其实很多人在这个行业，其实你改变不了太多东西。我们作为艺人来说，都比较被动，都比较被动。因为我们是被选择的嘛。当然我们被选择了之后，我们才有选择的权利嘛，是这样的。人不找你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说你不去就不看了。你是我粉丝，说这话也是没毛病。废话，我不去你看啥？当然他也是个好，如果我不去，他也依旧是个好节目了。但是就是，那你也没必要跟我说啊。有朋友，要不你自己导一部综艺吧？我自己导，你投资啊？综艺现在开起来很难的，综艺
综艺开一档综艺真的很难的，对，因为就是得有人赞助嘛，你得拉到投资嘛，拉到赞助，而且现在其实很多品牌都是没什么钱的，现在都，像综艺啊、电视剧啊，包括晚会啊，前几年蓬勃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各种节目特别多，但最近就是这几年就是很少，节目很少的原因就是因为品牌也没钱了啊，不知道，所以你可以开啊，你可以开综艺，但得有人投资嘛，当然如果我的话，综艺的话我就没那么感兴趣了。自己做综艺我也没那么感兴趣，因为我参加还好，但我对综艺就是自己去做，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有朋友说拍电视剧自己弄，又回到刚才那句话，你投资啊？我现在要拍个电视剧，你投资吗？有朋友说核桃咋盘不红盘不亮？你看看我这个直播间龙蛇混杂的，什么问题都有啊！说我现在是复习还是要看你直播？这种问题也有人问啊。刚有朋友说我生了孩子不想带，这种问题也有人问。刚有朋友说我核桃盘不红盘不亮，我这有人问。就是你这问题啊，你在别的艺人直播间里能听到这种问题吗？朋友们，你可以吗？啊？你咋不问我下水道堵了怎么办呢？你家冰箱不制冷了怎么办呢？你咋不问问呢？我全能主播，啥玩意儿都懂啊！下水道堵了怎么办？下水道堵了，你现在马上走到你家走廊里，一定有小广告是有下水道疏通，你可以联系一下那个，然后你跟人聊好价钱了，就可以上门给你修啊。刚才那个朋友说那个核桃盘不红盘不亮怎么办？核桃盘不红盘不亮，第一是盘不红呢，就说明你什么呢？你身体的这个体质不是特别适合盘核桃。然后有些人呢是身体出油，手比较干，你盘那个核桃就容易亮，容易这个红啊。你大干手盘核桃，你多盘它就容易红。但如果你汗手，越盘越污，越盘越黑，也不亮啊，因为你手出汗多。所以呢，如果你盘核桃盘不红盘不亮，你就多用手套盘，多戴手套盘，戴那种棉手套，尽量要棉的，不要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那叫什么？哎，尽量戴纯棉手套去盘它，然后呢，戴点手套隔汗，然后呢，没事多拿刷子，拿纳米刷刷一刷，核桃就容易红，容易亮啊，多刷一刷，清理一下啊，纳米手套啊，纳米手套尽量少用啊，因为那个是渗汗比较严重啊。英语学不好咋办？英语学不好呢，就是不学啊。最重要是英语学不好，是你不想学好啊。如果说你现在英文只要你学好了，你就能获得1亿资产，你肯定能学好。只是说现在目前让你学英语的动力没有那么的强烈，所以你依旧学不好。但如果说只要你学会了英语，你能跟人正常交流之后，你就能获得1亿人民币，你立刻你光学比谁都勤奋，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你要找到自己的动力。老师，金刚怎么盘？金刚多刷啊，金刚多拿那个纳米刷刷啊，没事就刷它啊，就完事了，多刷啊。长不高怎么办？长不高呢？你看你什么年龄了？如果你还小，就是你年龄很小，你就多吃点补钙的东西啊，吃点补钙的，然后呢，没事多去拉伸身体的筋，然后让自己柔软一点，就容易就是让骨头长得快一点啊。但是有些这个个矮是天生的，家父母个矮你也没办法，但是你尽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多吃点补钙的，多吃点营养品，这样是对你长个有好处啊。唱歌五音不全怎么办？唱歌五音不全说唱，
我还是成为他的朋友，抱了他生活权利得到，自卑让我无法动弹，就像在我脖前牢牢依靠。这感情不碰就会痒，一碰就疼，像是溅起的泡。我不会说我今天的开心源于昨天你的笑。可以啊，就说唱，唱歌五音不全，说唱去啊。天天很困怎么办？很困就说明你觉睡得少，多睡点就不困了啊！你别那种一上班一上学就开始困，到家之后就精神，看刘宇宁直播就感觉精神了，就不想睡觉，10点了还不睡觉，你第二天能不困吗？你天天熬夜你不睡觉，你能不困吗？小狗尿地毯怎么办？把狗扔掉，让它成为一个流浪狗，到处可以尿了就啊。小狗尿地毯就给它扔掉，让它当流浪狗啊。你们说戴米是吧？戴米肯定不可能扔的，对。戴米那肯定那不可能啊，那可是我的狗啊，我自己的狗怎么可能给它扔掉啊？没钱怎么办？找个班上。我这需要给你介绍工作吗？没有办法，办不了啊！你自己上班啊！我嫁不出去怎么办？嫁不出去怎么办？嫁不出去，你跟我说了吗？你是想让我接手是吗？我这块不行，我接不了啊！嫁不出去怎么办？嫁不出去就不嫁，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啊！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吃饱全家不饿，挺好啊！有朋友说想见你怎么办？想见我就请去购买我的演唱会票，但千万不要就是这个在飞机上堵我，或者在某一个地方门口堵我啊！老大掉头发怎么办？掉头发是这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对这个头皮的护理不是特别注意，所以呢，请使用海飞丝系列的这些就是这个洗发水、洗护产品。这一块去头油脂啊、头皮屑都可以去掉。你头皮健康了之后，你自然就不掉头发了啊。再一个就是首先这是一个使用的东西，海飞丝这块。第二是啥呢？第二就是多睡觉啊，保证睡眠。然后呢，少吃油腻的东西，让身体的这个油脂分泌的少一点，多吃青菜，少吃肉啊。有朋友老大40了还长痘怎么办？我30多一样也长痘啊。40多了还长痘，说明一个原因。第一呢，就是什么呢？你还年轻，你身体的这种旺盛的油蜜分泌激素还在疯狂的生长，说明你年轻。就是你40岁还在长痘，我相信你就在同龄人当中，你也属于那种很年轻的那种，对不对？你跟同龄人一在一起，你显年轻，这是好事儿啊，姐妹，别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压力什么东西，显年轻。你40岁都长痘，人问说，哎，你这怎么起个痘？你说我正青春呢。啊，有朋友便秘咋办？便秘啊，便秘这一块呢，就是咱们这块建议使用，如果是你长期的这块的话，咱们这块是建议怎么呢？喝点这种就是这种含有这个乌梅元素的一些饮料啊。然后呢，平时吃的也油腻一点，健康，多吃蔬菜，一定多吃蔬菜。你那边多吃点大纤维的树叶，就对你这个身体的这个就比较好啊。你多吃点大叶菜，膳食纤维。然后呢，没事再吃点益生菌什么的啊，就对身体就会好很多啊。
明天考试怎么办？去复习去，快走开！别看我直播了啊！冬天手脚冰凉怎么办？冬天手脚冰凉这一块儿，从医学上我就不给你任何指示了。你可以去京东上面买一个什么呢？买一个那种暖手宝，发热鞋垫儿，哎，就可以度过一个暖暖的冬天了。有朋友想嫁给你怎么办？想嫁给我的话，现在此时此刻关掉手机，躺在床上去睡觉。啊，梦里也许能实现这件事儿，也不一定能梦到。但你努力，总有人就是这样的嘛，有梦想才会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嘛。你现在马上去睡觉，好不好？马上盖被，别冷到了。你不是刚才那个手脚冰凉那个吧？不是那个哈，你也把手脚都盖严实了，别冻到，好好睡一觉啊，有可能梦里能实现。有朋友说有抬头纹怎么办？有抬头纹这一块，咱们建议的是注射一些肉毒啊，你找一个美容院。朋友们，我跟你说，我前2天就是悟到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真理啊，因为有很多女生嘛，女生爱美嘛，但男的呢，其实还好，为什么呢？就是男的呢有很多种方法让自己变得有魅力啊，但是我前2天悟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呢？朋友们，你知道男人最好的医美是什么吗？啊，你们有没有知道男人最好的医美是什么？有朋友说钱、健身、腹肌、幽默、说唱、睡觉、帅、才华、健身、西服，哦，就是男的穿西服就好像就很帅气是吧？苏感、才华、眼泪、担当、有素质、会做饭、事业有成、音乐、盘串儿。男人最好的医美是盘串儿啊！你去你家邻附近公园有老大爷盘串儿，你给我盘核桃，你觉得他老有魅力了。我告诉你朋友们，我悟到的男人最好的医美是什么？是医美。哎，男人最好的医美就是医美，尤其在明星这个行业里，你不要跟我说别的东西。男人最好的医美就是医美，就得多打针，就得多做热玛吉，就得狂注射。在瞬间开尽，我看见时间和白首喧闹的山里。有朋友，那女人呢？女人最好的医美是什么？朋友们，再来波正能量啊！女人最好的医美是什么呢？朋友们，是自信。其实我觉得女孩好不好看都不是最重要的，一定得拥有自信，拥有开心的心情，积极向上、阳光的一个内心，善良，这些都是女孩最好的医美。是自信，当然自信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你说有去无回的。有朋友说我很自信啊，可是我还是不够美，那就说明你不够自信。哎，你是自信，但是你不够自信，因为你不自信你很美。所以女生最好的医美就是自信，一定的。才算爱情。我就这样有去无回，而你在哪里？剩下枯木般。自信和有朋友说就是脸皮不够厚呗，不是的，自信和自大和傲慢都不是一个词。自信呢，是
自信是什么？朋友们，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自信。自信就是什么呢？自信就是整个人呢就是很自信，所以就是自信嘛。自大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人他就是从里到外很自大，那就是自大。傲慢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人他就是遇到什么事都很傲慢，所以他就是傲慢。他和自信是不一样的。自信呢就是自信嘛，对吧？没有任何滑稽的后半生。有朋友说你在说废话吗？那不然呢？你以为我直播是什么？很多朋友说看了我直播3个小时，好像最后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因为都是废话呀。我真的要在直播里给你上点什么课吗？告诉你食品营养与卫生，告诉你这个医美的注射量是多少，告诉你小狗尿地伞上怎么处理。我像个孩子盼着游向脚触不到的海底。那天山里的鸟。有朋友说什么叫自信？自信就是比如刘宇宁配不上我。哎，这可以啊，你可以这么想。没错，这就是自信，太好了，就要这样，真的。你觉得天底下男人都配不上你才好呢？刘宇宁算什么？刘宇宁只是说排不到前几的。声音大得像狗叫，天再亮一些吧，越冷越好，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忽而泪絮飘，山势大得像雪飘。朋友们，唱歌啊，想不想听我唱歌？朋友们，唱歌，唱歌。我记得我有首歌叫《大海的孩子》，有一阵我还特别喜欢那个歌，想听啊，想听唱一个来。这歌我很喜欢，让我试试我的效果怎么样。一首《大海的孩子》送给各位。黑色的幕，海风咸咸的从林上吹过，一杯一杯就装满了叹息。我立在沙滩的角落，在这灯火陌生的城市里，我就像一叶孤舟在漂泊，何处找到那静静的港湾？何时能见那温暖的渔火？海浪卷走那女孩的忧伤，我真的难忘那首醉人情歌。海浪涌来，妈妈的爱抚，融化那些裹住灵魂的失落。涛声阵阵拍醒我的迷茫，淹没了青涩的每一滴泪光，让海风吹散我所有的惆怅，看那日出就是方向。
的城市里，我就像一股舟在漂泊，何处找到那静静的港湾？何时能见那温暖的渔火？海浪卷走那女孩的忧伤，我真的难忘那首醉人情歌。海浪涌来，妈妈的爱抚，融化那些裹住灵魂的失落。好声阵阵拍醒我的迷茫，淹没了青涩的每一滴泪光，让海风吹散我所有的惆怅，看那日出就是方向。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不管是恨过还是爱过。谢谢。为什么听得想哭？因为唱进你心里了。明天的目标学会这首歌，可以啊。唱困我了。真是令人沮丧。成都演唱会唱啥歌啊？成都演唱会的歌就先不告诉你了啊，反正就那些歌嘛，就是反正就都是我的歌嘛，换了几首啊，但大部分都是之前的啊。成都我还是我不知道，我忘了，我记得我上一次演唱会去成都的时候，那是很早之前了吧。我还记得去那个时候去成都那个街去逛街，然后买了个银锭子呢，我还当时直播还跟大家分享呢。
有朋友说宁哥，我妈说我考进前5就可以去看演唱会了。好，那你好好加油，好好努力啊！等你考前5来看我演唱会啊！有朋友就在家门口没票，没事儿啊。现在就是交通这么发达，你其实去哪儿都很方便，真的很方便。有的时候那天我在哪儿我忘了啊，那天我在哪儿？哦，那天在澳门，在澳门我就想说，就是人很渺小啊，就是你可能上一秒身在北京，下一秒就去澳门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又飞到这个成都了，这种感觉就是你去哪儿都很方便啊，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非常的渺小，我就不知道我那天可能想的东西比较多啊。对，但是当时我在想的是，我觉得就是人很渺小，因为可能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厉害，能很棒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自己很重要，其实都不重要。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球上，你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一个存在啊，非常渺小的一个存在。所以有很多东西就会释怀，有很多东西就会释怀，你就觉得啥事儿都不是什么太多的事儿了啊。咋突然没有哲学？没有哲学，就是有的时候会胡思乱想一点儿啊。有朋友想听你讲故事，我没有什么故事可讲，我不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我不是有故事的男同学。讲买车，讲买车，这有啥讲的？因为啥呢？因为我确实没什么故事可讲了。因为我以前的故事啊，你们得知道一件事，我直播好多年了，就出道之后直播也没停过，所以很多咱家一些老朋友，我的那些故事早听的800遍了啊。就是我觉得是幸亏我那几十年是那个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经历了很多就是社会上的事儿啊，包括像做服务员啊、卖衣服啊，然后给那个学厨师啊，各种的，就是这种酒吧唱歌啊这些东西，就是他给了我很多人生阅历，能够我在我直播的时候给大家讲一讲，虽然都已经讲完了啊。但问题是啥呢？问题就是因为我身边很多我最近接触的都是很多就是从小就是艺人啊，小的时候就艺人，可能10几岁就开始做艺人了。然后他其实在生活当中是缺失了很多人生的一些经历，当然那些经历不是说必须要经历的啊，只是说你有的时候跟他说的一些东西，他可能在他的那个价值观里是不存在的，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回头，包括我平时在演戏的时候，我还挺感谢我之前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就是我是真正的见过一些，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咱们直播间里有很多朋友过得很不好，或者怎么样的，或者就是工作不顺利或者怎么样那种人，就是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经历过来的所有的一切，所以我都非常理解哦。所以有的时候我很感谢那段经历啊。当然现在好了，就不要去诉苦啊，说自己怎么以前过得不好，以前过得不好都不重要了，过去了，我现在过得好了，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也想说，我感受过那些所有的人间百态啊，所有的就是可能我之前的生活比在场的很多朋友都过得非常的，就是比很多朋友过得都要差，但是我其实现在是感谢那些经历的啊。然后也有一些就是一些
好玩的点，比如说想事情的出发点嘛，因为我见过的东西多嘛，我就想事情的出发点就会多丰富一些。像刚才那个朋友说不想上学怎么办，我就会跟他说，就不想复习怎么办，我就跟他说就是挑大分嘛。啊，就说明我以前挑过大分，对这个行业有一点理解啊。刀剑如梦的舞台，刀剑如梦的舞台啊，很帅，说说呗。其实刀剑如梦的舞台我有遗憾，我那天演完就有遗憾。啥遗憾呢？算了，我跟你们讲，你们就不懂，跟你们聊不了太深的东西。我觉得怪我，我觉得就是那个舞台有点怪我，特别怪我啥呢？就是我们先搜一下这个舞台看一下来。何去何从？恩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动也不动。我醉一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直都随风。狂想一生，伤害一生，揣摩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直都随风。狂想一生，伤害一生，揣摩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遗憾在这儿啊。遗憾就在这个地方，间奏的地方，间奏有点长，然后呢，当时就是，哎呦喂，我就是当时没有彩排的时候，因为我那几天就是心里的演出太多了，因为我这一个刀剑如梦要唱，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10000遍，还有那个相逢这俩歌又要唱，然后呢再加上盛典，我有5首歌啊，小孩一个，讯号一个，还有不然算了吧，还有自诩周全。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来着？那个也是唱10000遍嘛。我那2天舞台太多了，所以呢我就没有，当时脑子就卡壳了。我是后来看到这个舞美之后，我突然特别后悔。我觉得中间我为什么觉得后悔呢？就中间这个间奏这一块，我其实应该来一段，就是那种非常帅气的那种念白，你知道吗？这中间这个一定得来一段念白，挥一下剑，不是挥一下剑，是得有一段念白，就是我之前说过的一段台词，就是自年幼握剑之时，我便知道自己会是那剑道中的魁首，江湖中的天下第一。剑来，那个我其实当时应该来这个的，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后面啊，你看他这个舞美啊，天上全是剑，看到没有？你看没看到？天上全是剑，而且最牛的是后面。等会儿我给你们，有会现场来一下，现在来，现在来有点二，没有那个感觉了。自年幼握剑之时，我便知道自己会是那剑道中的魁首，江湖中的天下第一。剑来！因为现场就是有这个剑，一把剑飞出来，然后你知道吗？现场有这个剑
我就觉得如果配上这个声音会老帅了，而且后面是天上那个特效是万箭齐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到花陌上空，是与非懂也不懂。我在一片朦胧，恶缘是幻是空。我心一场场梦，生与死一切成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伤感一声，沉默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伤感一声，沉默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谁与我生死与共？谢谢。所以那天我演完之后，我回头看回放，我就怪我，因为那2天确实舞台太多了，我没有去想这个东西，但我真的提前想了。因为当时江苏卫视给我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想了，后来我怕有点，我后来一念之间就觉得自己有点矫情，我就没搞。结果因为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去看回反送，你知道吗？正常你在现场是看不到这些剑和这个特效的，等我回头才知道，哇，原来我的特效是这样的。虽然他给过我示例图，但是我没有真真切切说看到合成之后是啥样的，遗憾啊！这事儿想了好多天，就是觉得垮，就差一句词儿。而且我可以看那个，如果我真的提前做准备的话，我可以看到那个剑什么时候飞起来，什么时候插到地上的，然后那个就会很帅。其实配合那个，我就觉得我好遗憾。我等一下给你配上去，那也不用了，那也没必要了吧。有朋友还有下次舞台，但是没有这么契合的机会。就是如果我是觉得有一些事儿特别契合，特别应该做，然后后期觉得没做的话，我就特别遗憾。所以我基本是其实我都会相对在当下是面面俱到的一个人，但是回头很少有舞台或者演出是后悔的，就觉得当时没弄好或怎么样的，很少啊。有波放错歌了，那个好，放错歌了，放错歌了吧？没有，那个我上次已经说了嘛，这事儿啊，上次说了，不是放错了，就是那个，因为我当时我彩排的时候，我是先踩的那个青春呢，后踩的那个歌，然后我以为就是那个顺序呢，我以为跟我彩排的顺序是一样的呢。因为当时先踩的青春呢，然后我第2天就去演了嘛，所以我当时一听因为我那歌就是它是一个摇滚歌曲嘛，就是那个人的眼，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我记得这歌好像不应该当做开场来用，因为有点猛，然后那个太燥了啊，有点烦，我怕观众听完之后有点烦，所以呢，我想说先慢慢来，到后面再热热闹闹的，可能在后面。结果人没放错，是我的问题
啊。那天如果其实我因为那天是录制嘛，我就可能会随性一点，但是如果是直播的话，我真的就也不会说硬着头皮就唱完了啊。主要那天我知道是录制，然后说老大什么时候去拍戏？你这么希望我去拍戏吗？就是你现在我给你直播，每天在舞台上就是穿的光鲜亮丽这一块，你是有点嫌弃了吗？剧粉想看，就是你就是打个比方，我就是如果不拍戏，你这块能脱粉吗？能吗？还是说一边骂我一边粉？因为我看到有朋友了，说宁哥真是的，这也不进组，都这么久不进组了，他想干什么？他肯定是那个什么，就是他，因为他可能还是真的是希望我演戏嘛。他说宁哥是不进组，就意思我不上进啊。但咱家有另一帮粉丝就是跟他辩论嘛，就说意思就是宁哥已经够忙的了，你看他今年都把这个所有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你看你也不是不知道啊，就是然后就是他已经演了4年多的戏了，4年半没有停过，那终于当1年歌手回来做歌手怎么了？开演唱会怎么了？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呀？我看到这种争论了。没有，是这样的啊，我对我自己的一切事业上的都有规划，然后呢，我当然不是说我定了你不用你管，也没有那个意思啊，对，也没必要跟你说。然后逻辑就是，我遇到好的话，我一定会进组的。我要遇到那种好的项目或者我喜欢的项目，我一定会进的。或者不是好的项目，跟好的项目没关系啊，不是好的项目啊，是我喜欢的项目啊。我要遇到我喜欢的项目，我一定会进组的。如果现在没有进，是真的不喜欢，或者没那么适合我。当然，人家项目都很优秀啊，都顶呱呱，只是说没那么适合我，或者是我没感觉。我没感觉的东西，你让我去硬做，对于我来说是个折磨。我又不是没事儿干啊，我有别的事儿干。如果这个东西我对他的喜欢程度没有大于一定的程度，我就不会去接了。我是这样的，就没必要硬接。我接完之后，就是朋友，我给大家讲一个道理，就是前2天因为总跟最近这帮朋友去聊天啊，因为他们也问我说咋不进组，我就说今天我可能一会儿过了12点我就长1岁了。我今天跟你们说一点，就是我心里想过的事儿。我对这个行业的一些小小的看法，当然不代表任何人，只是我自己非常狭隘、非常自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非常自我的一个想法，就是。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是我觉得，首先拍戏这件事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演戏，甚至我看到很多人的表演，我都在学习。我包括我最近，我看到任何的东西，我也一直在吸取东西。我并不是真的休息就不拍了。我在休息的时候，我一直在吸取新的东西，包括别人的表演，好的、坏的。坏的我就知道这样演是错误的，这个不好，非常差，我就千万不要这样。那好的呢，哇，这个真棒，我要学来，我要用。我是这样的。但前2天呢，我有朋友跟我聊天嘛，他就一直在接。开始的时候是开玩笑的啊。开始的时候我跟他聊天是开玩笑的，我说别拍了，拍什么拍？你还拍不够吗？你这拍多少年了？他说哥，我焦虑。我说你有啥焦虑的呀？你现在已经混得很好了，有啥焦虑的？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好，现在你接了一部戏，然后呢，这部戏火了，播得很好，然后呢，我告诉你然后是什么，然后呢就是一堆商务找到你，你就接到很多商务，在一些活动上呢座位好一点，走红毯的时候呢稍微往后一点，这就是你接到这部戏所有的收获。你的戏前提是你播完这部戏你爆了，你所谓的火了啊，数据很好看，什么这个指数那个指数，什么热度爆了之后，你这就是你的收获。然后呢，你的座位所谓大家网上比的那个座位，你坐的靠中间一点，红毯稍微后一点走，这些能代表什么呀？对于你的人生，你可能活一辈子，你的追求就是要坐中间一点，你的人生就是要走红毯最后走吗？没有，在我看来这个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OK， 可以，你要说你想赚钱，那你就一部戏火了，各种疯狂的代言，就是什么只要这品牌没什么问题，我就接，我接40个、50个、60个，我身上全是代言，我哐赚钱，那也是一种，也 OK， 没问题。你一部戏播火了，你的收获就该让你赚点钱，然后呢，然后再接一部戏，再等待下一部的爆火，下部没火没关系，我再拍，我一年拍3部，我等着它火，我等着这个火，这个火，这个不火没关系，我再拍这个火，这个火不没关系，再拍，然后又等到一部火的，那是命好的，然后又接一堆代言，然后又可以坐中间一点，又可以红毯走得慢一点，又可以在排名的时候你稍微靠前一点，然后呢？我问他，然后呢？你想干什么呀？他说所有人都在做这件事啊。我说对啊，我也在做。当然我没有多清高啊，朋友们，我也在做这件事儿，我也连续拍了4年半。但我拍到今天，我就是突然觉得这个包括这个行业，我觉得就是我该经历的也经历了。我不该经历的也经历了，所以到了今天的我呢，我不想去说那些东西是好与坏，我不是评价它，我只是想知道我做这些是为什么。如果我刘宇宁就是想要赚钱，可以啊，那我就赚钱。那我想我所谓的想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OK， 那我就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儿，这是我的选择，都可以，都行。然后他跟我说：“哥，我还就是想拍戏，我一直想拍，我想拍大 IP。”当时我就说：“我说我告诉你，大 IP 呀，当然我们是朋友啊，就是我朋友，可能我跟朋友说话的时候会狂妄一些啊。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得有这种心态，而且在我心里，我认为只要是你去的戏，都是大 IP， 你自己就是最大的 IP。”他听完这句话，被我感动哭了。所以为什么我1年多不进组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不想拍戏啊，我只是觉得我不喜欢，我没必要去硬做，因为我不知道我做完之后我要干嘛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不快乐，我获得不了我心里所谓那点卑微的成就感，如果我获得不了的话，我就不做这件事儿。不要去猜人啊，你们不认识的人啊，猜人没有意义。我就跟你们分享这个事儿，我就想说我平时的一个心态而已。所以呢，就是我也不想说我有多清高，我也一样在这个娱乐圈里混，也当的人模狗样的这个形象坐在这儿给你们直播，我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可以去这样，我也可以做明星的那个样子。但是我想，我首先有一点，我得知道我想干什么，这是一定的。如果我连我想干什么都选择不了的话，那我做这个行业的意义是什么？赚钱吗？想赚钱，我早几年去带货。我这么大网红，我可能干不了几年，但是我赚的钱一定够了呀，对吧？所以我现在想说的是，我现在做的每个工作都是我喜欢的，我想做的。
且我在过程当中能获得快乐的，这就是我现在活着的意义。我不是要成为谁，我也不想去到哪儿，我只想成为我自己，我自己的路，我自己得想明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拍不拍戏这件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各位当然也是为我好，我只是觉得，我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而且我说的不是负面的负面情绪啊，而且我觉得艺人其实在我心里，我觉得自己啊，大家都觉得艺人可能光鲜亮丽的，我可能我是我自己的问题，大家都觉得艺人哇明星牛厉害哇万众瞩目，有那么多粉丝，你有流量，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啊，甚至连小丑都算不上，我是个玩物，你懂吗？一个玩物，因为所有人都可以你轻易的去评价你讽刺你，需要你的时候拉你出来，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啥也不是，就这样。所以没有那么的光鲜亮丽的。有朋友说你喝的什么饮料？苏打水，你以为我喝多了？没事啊，所以就是无所谓，我都很多东西我看清楚了，我也看明白了，就是反而现在心态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当然在你们心里肯定不是，在你们心里我很重要，我也很美好。但是我没有那么美好了，我也是人啊，都是人。反正就是还这行干还是得干，然后就是看看自己想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嘛。比如说今天我上来直播啊，直播我就是我想播的。后天去开演唱会，我的演唱会很开心很嗨，然后能看到，因为来到现场看我的都是爱我的人哪怕不爱我，他也是通过朋友要的票，他也给我凑人数，所以就是开演唱会就是这是我自己想做的事儿。我开完这一轮再说下一轮的事儿，但是是我想做的，比如说我跟7Kiss 组个团很开心，然后我们说今天我还在群里说，我说那个我们发一个7人版的我们不图赚钱，而且我跟他们说的也很直接，我说这歌火不了，但是我们留个纪念可以吗？但大家都很响应，就是我就觉得这种感觉让我很开心，就是很开心，就是大家可能在我身边好像真的遇到的很少那种装艺人的人，就是有很多人是装艺人，就装牛就是很觉得自己好像是大明星了什么的。那在我面前，基本上我没有遇到过，就是觉得自己还要跟你说，那个打个比方，说那个我们得聊聊版权吧，我唱歌参与了，是不是聊版权？版权怎么分啊？没一个人问我，没一个人问我所以我把他们钱都黑掉。开玩笑了，开玩笑了，我怕你们真当真了，所以就是
就是我说那个什么，我说那个这歌可能火不了，但是那个所有的收益，如果它产生收益了啊，比如说一年给我们400块钱，我们7个人就分了啊，平分就这样的，就是完了，早知道不跟他们说了，否则我一年多挣400块钱。分不均有办法，在群里发红包，我们7个人抢，发600块钱红包。我们火锅都不吃，直接分掉。那咱们把钱揣兜里才踏实啊。내 인연의 끈이 넌지 기다린 네가 맞는지 가슴이 먼저 왜 내려앉는지 내 마음속 깊은 곳에 네가 사는지 내 안에 숨겨왔던 진실 当然呗。有朋友说那个6000万了是吧？对，当然在这里首先要感谢微博嘛，所有的这个微博所有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其实因为我直播也很多人说问我在哪直播，我都是在微博播，而且这几年一直在微博播，微博也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推广嘛，包括有些朋友拿我的直播出去吹牛啊，说你看我们宁哥直播这个，你看他每次收看都那么几千万的，收看都几千万的，你看他这个，你看他直播多厉害啊！当然我想说什么呢？是因为人家微博给我推流，微博给我宣传位，我才有资格有这么多的，别人推别人也可以这样，只是说微博给了我一个怎么说呢？偏德，就是给了我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怎么不是说特殊的东西，只是说给我特殊的照顾啊，所以我一直在这儿播嘛。然后呢，他会给我推广，所以我才有这么多的这个收看率啊。当然有朋友说互相的，那一定的，这个我是知道的，那一定互相的，我也有我的价值，但是你不能否认别人对你的付出，这是一定的，永远是这样的。你要承认你的价值，但你不要否定别人的付出。对吧？就像一部戏火了，你不能说把男主开除了，你不能说是把男主开除了，哪怕他是2番3番，对吧？否则你自己去拍个 MV， 你要自己那么厉害，你拍个 MV， 我看有3万播放量没有？我看能不能破万？你自己拍个 MV， 我看能不能破万？你不还得有跟人陪你演吗？谁也开除不了谁，朋友们是这样的啊、你要真厉害，你自己对着空气演一遍，我看能不能火。总要开除我。当然我不是说合作的演员啊，我合作过的演员每一个，我说的每一个都很好啊、每个都很好，只是说有一些就是脑子不清爽的一些粉丝啊，各位也当然我也不要对号入座，各位啊，我想说我合作的每一个演员都非常好，每一个啊都非常好，真的，而且都是很好的朋友，每一个能听懂我的朋友们都很好啊，只是说因为很多东西不是艺人本人的事儿，而且我自己是非常能够分得清一些东西的，但是有一些艺人是其实脑子不清爽的，就是有一些就是这个行业里粉丝和粉丝掐太正常了啊，粉丝和粉丝吵架这件事儿太正常了。我前两天看那个更离谱，算了，就不去评价了。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粉丝和粉丝吵架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你一个艺人因为粉丝吵架，你跟你的朋友都产生隔阂了，这个事儿是非常傻的一件事儿。但我碰到过。我知道啊，有朋友说牛奔老师，对，我知道，然后老大能祝我考学顺利吗？祝各位咱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在这里呢，我的生日愿望就是祝各位今天所有在我直播间里对我有善意的朋友们，新的一年事事顺利，好不好？哪怕你是在我直播间里，现在此时此刻，你就算是我的黑粉，我也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我的生日愿望。对，能祝我高职考试成功吗？高职什么意思？是我理解的职高吗？高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高级职业，还是说职业高中？啊，我不懂啊，这个我真不懂。高级职称啊，因为我以前上的就是职高，职业高中学的厨师嘛。啊，高级职称，所以叫高职是吧？那跟职高的区别是，高级职业高中吧，对吧？就是学厨师里边的佼佼者，是不是这意思？高级就是啊，行。那你学的是什么？西餐还是说剪头、美容美发？你学哪种？刚才说考高职那个朋友，我当时学厨师，你是哪个？你是美容美发还是酒店管理？还是说这个车工钳工？你是哪个？祝你成功啊！360行出状元，挖掘机啊，也行，是我跟你讲，很赚钱的，可以的，很有前途的一个职业，挖掘机。这块真可以，你只要好好学，你只要那个挖机开得好，您到哪挣钱，而且这收入很高的。朋友们，真的是你可能有些东西，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呦，这个我可能是考完大学到一个公司上班，可能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会相对来说，哎，风吹不倒，雨淋不着的。但是这些开挖机的师傅呢，赚的很多的。他虽然风吹雨淋，但他是收入也伴随着会高一些啊。如果我说我有帮挑大粪呢？不好好学习，肯定以后挑大粪呢。不好好学习肯定挑大粪呢。但是挑大粪呢，也不是所以说这个世界叫做天无绝人之路。哪怕你挑大粪，
基本上也能说养老保险说五险一金这块也会有啊，只要你好好挑，你对你生活肯定是有一个保障，但是你不可能成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收入非常高那种的，你只能说就是生存没问题啊。挑打分虽然也很辛苦啊，但是也赚钱的，对，不就所以天无绝人之路嘛，啊。如果你会不会有天也有朋友说现在都人工智能了，开抽粪车，不那个挑大粪都不用人挑了。当然，但是你抽大粪，你可能你那个大粪就是所以就是你感觉那个卫生间那个大粪就是完事儿，直接它凭空消失了。你有没有点常识？你比如说你在家上完厕所，那你感觉这个你在马桶水冲走，它凭空消失了，它进入异次元了吗？不是的，它要进入那个大粪池的，它要进入那个储存的池子的。那储存池子你100个人去拉肯定满了，你得清理啊。所以这也清理的过程中，虽然用机器清理或者是抽粪或者用机器抽，你也得有人操作呀。挑大粪是一个职业，不是一个行为，不是说拿2个扁担像我们以前见到那种的去挑，他现在也是那个一个职业了啊。是啊，对不对？我的生活，生活就只剩下一个我。你对我说不要失落。有朋友说宁哥，你怎么你别忘你明星，你在直播间你聊这种大粪的话题？不是，我刚才是跟朋友们讲的是一个其实看似我在聊挑大粪这件事，但是我聊的是一个就是一种高级话题，职业规划。高级话题职业规划，也就简称高职。高级职业话题就是高职。约会像寒冬里炽热的烟火，伴我会一直温暖着我。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有朋友问了我一个灵魂的拷问问题，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没想好，所以我喜欢。有朋友说，工作开心重要还是赚钱多重要？朋友们，这个问题抛给你们了，你们来想一想。你们觉得工作开心重要还是赚钱多重要？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首先这个问题呢，我也不从这种正能量的方向给你出发了。刚才有朋友问说，工作开心重要还是赚钱多重要？你要知道，这是我做事情的一个准则啊，就是我工作为了什么？比如说我拍戏，我拍这部戏我为了什么？你工作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开心吗？当然不是啊，你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呐，你上班就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啊，所以上班这件事最重要的一定是赚钱呐。这就推论出来了吧？这就是你最好的一种方式。当然，大家都希望又赚钱多又开心，那才是最好的，但是很难达成嘛。所以你要知道，你做这个行为，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不能说我上班，我既要赚钱，我又要开心，我又要领导对我好，我又要事事顺心，那你就会很痛苦。你既然知道你是去赚钱的，所以赚钱一定是最重要的，逻辑上啊。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ies seep from my veins that make
that maybe I'll find some peace tonight. 这个就不上价值了啊，也没必要，就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嗯。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有朋友说钱多是多多的，钱多是多多呢，多少是多呢？是这个意思吧？对吧？钱多多少，你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价位，你有，我也有，只要达到那个价位了，那就是多。当然，你说如果你就客观的这个事没落到你身上，当然多钱都不是多。但是对于你来说，对于我来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价位。啊、以前我在丹东那个城市，我觉得一个月赚3000块钱就很多了。但是如果你在北京，我觉得赚1万块钱正好。啊，2万算多，在北京的话，如果在丹东呢，现在再让我回丹东去呢，我觉得可能8000块钱算多，但是4000块钱算正好。是你心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价钱嘛，你有自己的一个价位嘛。如果这个价位你不同意，你也不会去上班嘛。啊，我要看你做什么行业，跟行业都没关系啊，跟行业其实都没关系，就是你心里有个价位，你不能说因为这个行业你，当然也有关系，有关系啊。我以前在餐厅做服务员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几年前了，大概也就10年前左右吧。但是现在应该也没有涨太多工资。那个时候我的工资是1600块钱，然后是底薪1600，但其他的都是提成嘛。提成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比较做服务员，其实就是卖酒嘛。当时是酒水有提成，比如说给客人推荐一瓶酒，你就这瓶白酒，比如说388，就给你提50块钱啊。比如一盘肉，比如说那个餐厅说有一道菜，这个菜推广出去了，就一道菜2块钱，基本是这样的啊，都会有一种这种提成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大概每个月已经3、4千块钱吧，4000块钱左右啊，那个是好多年前了啊。有朋友说我第一份工作950，那你比我厉害。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家都知道我在那个饭店，我是学厨师的嘛，在饭店实习。那个时候一个月200块钱，200块钱，做厨师。当然那个时候炒不了菜嘛，那个时候就是主要在厨房是打盒子，打盒子可能学厨师的知道，就是打下手的啊，打盒子，然后一个月200块钱。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el, you are put. 而且甚至我于后面我在酒吧唱歌的时候，就是你们现在去丹东去有的时候去到我以前酒吧唱歌，当然他的新开那个店我已经很久没去了。我之前在酒吧唱歌的时候，一个月是800块钱工资，一个月800，朋友们。那个时候纯是爱好了，那个时候就好像我也需要有一个人问说，工作赚钱重要还是那个开心重要？那个时候在酒吧唱歌很开心，因为那个时候我有音乐梦想，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从事一样我喜欢的事儿，且能养活我自己。但一个月800块钱完全养活不了，为什么？首先呢，酒吧下班了之后都是凌晨1、2点钟，酒吧下班。那个时候我开始的时候是想打算的很好，说省钱，我骑自行车回去。但是呢，丹东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地方有很多坡，你每天你工作到1点，你骑自行车骑将近半个小时40分钟骑回去，而且全是坡，我就有点受不了哦，我就感觉那个时候我估计也不太能吃苦，有点崩溃。所以呢，每天晚上1、2点下班之后就打车回家。打车呢，正常的车费是大概15块钱左右，一天15，30天就450嘛，光打车就450就进去了。后来当时认识了个师傅，那个师傅就说，那个我每天晚上过来接你，但是我路上可以顺便拉别人，我就等于顺风车送你，一天你给我10块钱就行。我说 OK， 好呀，10块钱。然后每天10块，那个有的时候他去出租车司机嘛，他出去接完活之后过来接我。然后后来呢，我们又跟我们酒吧另外一个歌手，我俩搭伙，也就是一人出5块钱。他出5块，我出5块，因为我没顺路回家，
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光每天的车费来不算啊，来我就坐那个公交车来，因为很远。然后呢，就是后来就是你光800块钱工资，光车费就150出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件事，就是每个月给自己买一件衣服，每个月买一样。这个月买裤子了，下个月就买衣服。那个时候在我们丹东有个地方叫金元宝嘛，有丹东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那种商场，就是卖很便宜的那种商场，在里边一件衣服100多，裤子70多，已经觉得很棒了，已经觉得很帅了。每一个月买一样，我给自己的规划。我从小就臭美，也不是臭美，买衣服这件事儿，因为得买啊，因为你在酒吧唱歌啊，你有的时候得穿一点稍微有点演出的形式的东西。哪一年的事儿？就是我说的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说我只是短时间的，就是我可能20出头到30岁这个期间一直是这样的生活啊。而且有一个画面我永远都记得啊，那个时候我就是但不需要卖惨啊，我现在我过得很好啊，朋友们，现在过得很好。拿着酒杯喝着苏打水，用吸管，多么矫情啊！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跟爷爷奶奶长大的，我那时候没上班，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呢又有音乐梦想，那个时候跟一群唱歌的朋友，因为什么叫唱歌的朋友？他们是啥呢？他们是那种，就是当时我们丹东有一个歌手大赛之类的那种的啊，就是当地的歌手都去参加，我也参加，然后就是名次是就是偏前一点那种的，当时在丹东那个地方。然后呢，当时他们就没事就白天说，哎，上午去参加比赛，然后下午就逛逛街啥的，我就跟着他们混，跟他们后面就混，跟他们玩。然后呢，他们就走到那个，当时我记得走到那个麦当劳门口，他们说那个什么，他说那个等一会儿，咱们进去买那个冰淇淋吃，买那个圣诞啊，就是那个小碗，就是那个肯德基那个圣诞嘛。然后呢，我就说，然后他说那个我有些人说，哎，我买的圣诞，我买那个冰淇淋就好了。当时那个冰淇淋我记得非常清楚，一个冰淇淋2.5块，就是那个就正常的，都不是圣代啊，圣代是另一回事儿，冰淇淋是2.5块，肯德基说错了。然后呢2.5块，这个故事听过了是吧？对，所以就是我永远记得这个茬，就是那个时候那种自尊心被打击的感觉，就是因为当时没钱，我兜里1分钱都没有，然后他们进去买肯德基，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那个我也小嘛，20出头，他们去买肯德基的时候，然后他们说走啊刘宇宁，我当时都不敢进去。我说我不吃，我不吃，那个你们吃吧，我不爱吃那玩意儿。我连进去都不敢，就是兜里因为1分钱没有。Some comfort here. 然后婆婆呢，我妈那个时候过得也不好，我妈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她也就是每个月也是，我妈也很辛苦，她那个时候就是当时已经所谓的退休了，但是退休了呢，就是那个因为我丹东那个厂子，大家也可能也知道，那个厂子就是黄了之后呢，就给你补了一部分钱，就所谓的叫买断，你们知不知道？有很多厂子黄了，或者是叫买断，内退都不是内退，是买断，就给你打个比方，不是下岗就是买断，肯定有人知道啊。我弄买断就是意思就是给你一部分钱，你跟这个厂子没关系了，大概买断工龄嘛，对，它正常都是那种等于一种补助金。当时可能好多年前我妈厂子买断的时候给了2万多块钱，给2万多块钱，本来要就是用这2万块钱交养老保险的什么的啊，交养老保险的，但后来都我忘了，反正花完了。然后后来我妈也没钱交养老保险，然后后来
他就自己就是每个月去给人收拾卫生，到人家里给人收拾卫生，啊，就是一个月挣个2000来块钱啊，2000多，1800好像是吧，一个月挣1800，然后那个时候就给我，就是我没事儿，我就去找我妈，我说妈没钱了，给我来5块钱，给我来10块钱，都是这种的。我妈省吃俭用，那点钱都给我了，给我花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完蛋。我说的完蛋就是也没有什么赚钱能力啊，那个时候就是心比天高，然后当然我不是出去玩啊，不是说去网吧包宿，没有，就是我正常生活啊，就是比如说上班啥的，就是这种的。那个时候只要是那段时间是比较苦的，因为我当时一直在参加比赛，有着音乐梦想，参加各种比赛，但是没上班嘛。So tired of the straight line, everywhere you turn, there's vultures and thieves at your back. Storm keeps on twisting, keep on building the lies that you make up for all that you lack. 后来我觉得我家不是没有卖惨啊，就是今天可能感性说的多一点。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是那个就交不起养老保险啊，养老保险当时差多少钱？差3万块钱，因为她当时之前把钱都花了，当然也是给我花了啊，就是，然后那个后来3万块钱都交不起，到处找。你说但那个时候我大小伙子20多岁了，我20多岁了，兜里就一点存款没有，一点存款都没有，3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别说3万块钱，我当时让我从卡里拿300块钱都没有。Don't make no difference. Escape one last time. It's easier to believe in this sweet madness, all this glorious sadness. 所以很多人就是所以我想说，你们可能很多人过得比我好太多了。你们比我过得好太多了，所以你们过得这么好，一定要应该觉得明天有希望，觉得幸福，觉得开心啊！因为像我出身这么，也不能说出身不好吧，我就是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人都能混到今天，所以你们一定会比我优秀的，加油，各位！你说现在给妈妈补上，就不补，哎，就不给她补。我这人可不孝顺了，不给补。哎呀，补啊，就当给补，所以有朋友说，你给你妈养老保险补上，那当时也补上，想办法补的啊，都现在来说的话都小事了嘛。他现在生存也不靠养老保险了，我就是他最大的保险。有朋友说好大儿，你不是占我便宜吧？朋友等我一下，我去上个卫生间去啊，这水喝太多了啊，这个去一下。年纪大了，想上厕所，不想让自己憋着。
彼此那么了解，清楚都不适合相恋。狠心也狠了几遍，一次比一次还坚决。可对你的思念，击溃我的心理防线。回忆是条条锁链，是自负的茧。我用青春赌一句永远，可誓言侵入灰烟，换来你漫不经心随口敷衍。可当你眼里薄雾蔓延，我便已诚挚实现。还没吵完的争辩，原谅就已提前尝经千百遍，结局是我任由你拆迁。明知道我对你的妥协，不过一丝丝委曲求全，让习惯性把底线拆成台阶，不到你的面前。明知道我对你的妥协，亲手把自己推向深渊，让小众沦陷退让没有边界，爱自诩为周全。借口，你明知道我不会走，所以没任何内疚，自作自受。不用找理由，你明知道我的守候是无条件，是永远没尽头。明知道我对你的妥协，不过一丝丝委曲求全，让习惯性把底线拆成台阶，不到你的面前。明知道我对你的妥协，亲手把自己推向深渊，让小众沦陷退让没有边界，爱自诩为周全。哎嘿，没换衣服，我换啥衣服啊？生日快乐！没过生日呢，等会儿过生日再说呗。说太早了，各位啊。有很多朋友很早就给我发生日祝福，包括我那个不算，就是很多人嘛发，我心想你都不，你知道我哪天生日吗？你就发。 제발 homie 내 인연의 끈이 넌지 기다린 네가 맞는지 가슴이 먼저 왜 내려앉는지 내 마음
속 깊은 곳에 네가 사는지 내 안에 숨겨왔던 진실 나의 두 눈을 감으면 떠오르는 그 눈동자要播几个小时累不累？不累啊，我这人就爱直播，特别喜欢直播。不仅不累，接下来还要唱首歌给各位。 자꾸 가슴이 시려서 잊혀지길 바랬어 꿈이라면 이제 깨어났으면 제발 정말 네가 나의 운명인 걸까 No falling you 唱个什么呢？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当然，我唱的都好听。来一首就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吧。有朋友说那个老大我先睡了，没事，朋友们你们想睡觉赶紧睡觉啊，我过生日不重要。对，你们该睡你们的，该休息休息，没事，明天有回放啊。你们那个现实当中的事儿最重要了啊。然后越晚人越多，有可能，因为可能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的，就是晚上的时候都比较的，怎么说呢？就有点，因为大家平时上班也好，工作也好，那个学习也好，可能就晚上有一点时间，说属于自己的时间，那可能就上网看看东西，然后就正好看到我直播了，这个时候就会多待一会儿，夜猫子出来了，行，现在我是熬不了了。我真的这一年觉得自己身体完全不如之前了。没事儿，唱个啥呢？我真的想唱两个歌，因为我想唱两个歌，我想想啊。有朋友点了很多别人的歌啊，像我以前唱的。我现在不太唱别人的歌了，不是因为我牛了，也不是因为我矫情了，是因为我唱别人歌，现在人家跟我要钱了。哎，就是当然版权这件事儿啊，我也很尊重，我也很尊重。我作为一个歌手，一定是尊重版权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就在直播间唱一唱，他就跟我要钱，而且要很多。我还跟人说，我说我没有，我直播是没有盈利性质的，我这边不刷礼物，我直播就是什么呢？就是唱着玩儿，对吧？我还觉得自己是我当时自己朋友们，我跟你们说了我真实心态，我想说我刘宇宁。哎，我刘宇宁，我其实唱你歌是相对来说起到那么一点点的宣传作用。我刘宇宁，闲鱼品牌代言人。哎，我就是我，第一我不用你的歌赚钱，我帮你唱一唱，是不是那个能帮你稍微宣传一下吧，对吧？我这直播间宣传一次200块钱呢，你不给我200也就算了，我唱完之后你还跟我要好几万块钱。而且说句实话，都在这个行业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也是做这个行业，就是也做挺久了。格局小了，是真小。对，倒不是不付钱啊，那不是说钱不钱的事儿。你说就是觉得没必要。你说这个行业都谁不认识谁啊，对吧？你真的差那点钱吗？或者是我真的差那点钱吗？他可能真差，所以没关系啊。我这人就是没有别的好处，唯一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优秀的点就是记仇。我这人没有别的优点。
啊，我唯一的优点就是记仇。我之前唱一首歌，他跟我要钱啊，给他了，拿走，拿去花。过了一阵儿，我全网找歌，我要用歌，然后那个当时跟我要钱那个作者给我投了一首歌。我说他的歌不要拿走，我怕他后面我唱完跟我要钱，走开。决定生活不是一场电影，设定的剧情，我们在各自的轨迹1万次呼吸，也难以拉近距离。爱与不爱的真谛。你说我演唱会唱什么歌？我正常给你版权费是正常的。我直播哼两句，唱两句，也跟我要钱。啊，当然是应该给啊，朋友们啊。他也从法律角度也没错，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下个世纪，你的感觉如此坚定，确定我在茫茫人海中能找到你。忘不了的就随它去吧，不舍不得随着我们长大。不管如何，我一定会等着阳光照进裂缝的那一刻。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为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原来我的执着如此笨拙，只剩影子嘲笑我。朋友们，我前2天在研究一件事儿啊，就是最近 AI 这个东西非常的厉害，朋友们。AI 这个东西你们听了吧？网上有很多 AI 歌手，网上有很多 AI 歌手嘛，包括像网上听到什么有一个叫什么，就前一阵有个特别火的歌，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流向海，那个对吧？他那个歌当时很火，对，他其实是个 AI 歌手。我是啥时候接触的 AI 呢？就是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事儿吧。就有一次我收了一首歌，然后呢那歌很好听，然后呢我当时我就喜欢，我说这歌我要了，我说到时候我发，好的。对，上次讲过了嘛，但是很多朋友没有听过，我再讲一遍，然后把后续给你们讲一下。然后我就说我要了，我说好，然后结果那歌我很喜欢，我就想说，因为我录歌现在当歌手对这个音乐要求有点高了，现在，录音之前呢，我需要先去磨棚。什么叫磨棚呢？说白了就是要练一练，练完了之后把歌练好了，我再正式录啊。第一是增加熟悉度，第二呢对它的处理要丰富一些。然后那天呢，我就在那个棚里，我就磨棚嘛，就练这个歌。我怎么唱的不好听。我一边唱一边还跟我录音师说，我说你这小子唱真好，唱太牛了。我一边唱一边感叹这小伙，我说这人真他妈牛。我就当时就已经因为唱崩溃了，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副歌我唱了，我忘了多少条了啊，但是绝对不少于几百条肯定有，但是具体数字我忘了。就光一个副歌我唱了几百条，然后我就给我气的，我后来还是没唱过它，因为那个假音已经通到不行了，就是真音转假音混声的时候特别通，而且整个位置都特别的稳，一直在一个位置上，共鸣点一直在一个位置上，我真好听，唱的真的好。于是呢，我那天我实在给我唱，我朋友说，不瞒各位说，我那天给我唱的心脏都疼，
我那唱到后面给我唱的心脏疼了，我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说那个气血不够了，给我唱的心脏疼。最后当时我心脏难受的那一刻，我说算了，不唱了，来给我来杯冰可乐，我喝了。喝完之后我们回去吧。急眼了，然后回去之后呢，我还跟那个人聊天，我说行，我说这歌我要了，后期看看怎么做一下。他说好嘞哥。然后当时呢，我就想说，当时我真的掩盖不了心里对他演唱的技巧的欣赏，我真的掩盖不了，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吝啬去赞美别人，我真的，你们可以看我平时综艺就知道，我从来不吝啬赞美别人，我觉得一定要赞美别人，赞美别人的同时，就是有一种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感觉，因为我赞美别人的同时，别人也有可能回赞我一句，这样我会很开心，但通常不会。我通常很少遇到我赞美别人，别人也赞美我的，很少，极少数，当然也有了。但是我从来不吝啬赞美别人嘛，然后我说你这歌唱的真好，我说你歌唱的好，他比我小嘛，我说宁哥唱不过你，我说真的，我说我下午在棚里磨了4个小时，我就唱你这个副歌，唱不过你。他说哥，不是我唱的。我说什么意思？他说那个是 AI 唱的。我什么玩意儿？这声音不是你的声音吗？他说是我的声音，但是我的声音就是给 AI 之后，他就照着接近我的声音去给我唱。那我就放心了。然后呢，我说那我就放心了。当时我心里就平衡了。人唱不过电脑这件事很正常，人唱不过电脑这件事很正常。然后呢，我就说什么 AI， 你跟我说一说呗。于是他就花了一点时间告诉我，那个人很好当然是谁我就不说了。那音乐人很好的小伙，然后呢就给我花了点时间告诉我怎么使用那个东西，怎么去下载，怎么去使用于是呢我就研究了一下，研究之后打开了我的新世界。于是呢，最近我在研究一件事我也不怕瞒各位，因为这个市面上很多歌都是 AI 写的，市面上很多歌都是 AI 写的，只是你们不知道，你也没有证据，人说是他写的就是他写的，他就是你只是不知道而已。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从来不反对任何先进的东西。我觉得 AI 是一个时代，一定要你早用 AI， 早去认识 AI， 早去使用 AI， 你就走在这个时代的前头，因为它是无法阻挡的一件事儿。我不会做一个那种可怜的那种歌手。哎呀 ，AI 永远代替不了人类 ，AI 没有情感 ，no， 唱死你，真的，你得服，唱死你。AI 可以翻3个八度唱，中间没有堵。为什么你们听那个所谓刚才朋友屏幕上刷了那个大头针，你为什么听他声音听他唱歌那么爽？为什么会火？因为也就证明了当下人听 AI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AI 比很多人唱得好，甚至从音乐制作的角度比很多制作人做的要牛。于是呢，前2天我就在研究，我就想说，要不要我下一张专辑我自己写，我自己做一张专辑，所有的歌用 AI 写，然后我不告诉所有人，我就说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刘宇宁，我就发一张专辑，我说我现在从今天开始我是音乐制作人了，我是唱作歌手了。但其实我这所有的歌都是 AI 写的，但我不告诉你们，我标明我就写作曲、作词、作曲刘宇宁。我不说作词豆包，作曲是谁？我不说，
我不告诉你们。于是呢，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啊，对啊。于是前2天呢，我就用那个 AI 写了一首歌。写了一首歌呢，是写给谁的呢？写给 Demi 的。因为我当然朋友们，我不可能说第一首歌写给粉丝或怎么样，就是因为我怕出来很次，所以先用 Demi 试手。给 Demi 写了一首歌，然后呢，我当时歌词也是 AI 生成的嘛，我给AI 的提示就是一只黑白色的小狗叫 Demi， 有点傻傻萌萌呆呆的。然后 AI 有时候 AI 的东西千篇一律，你就继续活在你的认知里就 OK 了，没有关系。然后呢，我就用 AI 给Demi写了一首歌，你们想听吗？怎么了？这不是我曾经幻想的结果。世界和爱从不会倒带我的青春。行，今天破天荒给你们听一下我的，就是刚才直播那段删掉，从现在开始才是我正常的直播，刚才那段忘掉啊。接下来给大家听一首这个我的原创歌曲，作词作曲都是我刘宇宁本人，我给我家狗写了一首歌，包括编曲都是我做的。我花费了很久，这个歌从创作到产出，大概用了10年，10年酝酿这么一首歌出来，这是个精心打磨的作品，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没有写过歌，就是因为我就为了这首歌打磨的，所以今天终于有机会。虽然它不会上线，因为它是我的一个隐藏版本的歌曲，但是今天会给大家稍微听一下，好不好？这样吧，我这样，我就不用手机放了，我直接用播放软件放。我用手机，等一下，我用手机登一下，不用电脑登一下微信。把这个传成文件，先用播放器给你们播，音质是非常好的啊。给你们播那种音质好的版本，就是我的原创歌曲啊。经过了十分细致的打磨，终于可以见到这首歌了。来，等一下，正好把那个弄一下。等一下啊，非常细，用酷狗给你们播放一下，朋友们啊。一会儿我会用我电脑的酷狗软件给你们播放一下这首歌，朋友们啊，这首我精心打磨的这个这首写给 Demi 的原创歌曲，酷狗软件，朋友们啊，打开我的酷狗播放器，朋友们，行了 ，OK 了。这首歌呢叫做有名字的啊，叫做Demi 小傻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emi 小傻子啊。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朋友们，你不必太惊讶啊，你不必太惊讶，朋友们。黑白小狗狗追梦的小傻子。怎么样？这个编曲有没有 Blackpink 的感觉啊？我给 Demi 写的歌都是这种 Blackpink 的风格，韩国男团的风格，朋友们。怎么还有狗叫？就是要这种的。怎么样？酷不酷？你就说酷不酷？
好瘆人。你不懂音乐，你不懂音乐，跟你聊什么？来，对，就是那种女团的歌，朋友们。黑白小狗狗最萌的小傻子。像熊猫，演员脑袋大，眼睛眨啊眨。他的待命因为有点慢热，让球过去，他对你把头摇。回头看我超级无辜样，帅到犯规还要尾巴笑。聪明不重要，可爱就够了。待命拿你没办法。待命黑白小傻狗，跑错方向，圈呆萌。只能起床练练拖脚，长期玩家找半天找不到。出门散步，突然停下来，盯着空气发呆好半天。别都看我超级无辜样，说到反骨还要尾巴笑。聪明不重要，看就够了。待命到处帮我搜笑。待命黑白小傻狗，跑错方向，转圈呆萌无理由。待命不太聪明也没关系，看到你心里就甜蜜蜜蜜。待命最可爱。永远爱你该在的样子。别人家狗狗会各种技巧，你什么都不会，爱我最重要。黑白小腿子，最后一段得 dance break。呆呆的表情。绝不绝，朋友们？可以不？有朋友说，怪不得戴米往地毯上尿，就是被你气的。戴米吓尿的，身上刺挠没有？刚才那是一段舞蹈。哦，可以吗，朋友们？怎么样？我用酷狗播放的这首来自我刘宇宁的原创歌曲，叫做《呆米小傻狗》，好听吗？好不好听，朋友们？你听第一遍你觉得有点奇怪，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你可能没有看到歌词，你没有共鸣。黑白小狗狗最萌的小傻子。哎，你听的歌词，黑白小狗狗最萌的小傻子。哎，听到没有？黑白白，貌似像熊猫，演员脑袋大，眼睛眨。哎，黑黑白白，颜色像熊猫。正好应对了我马上要去成都开演唱会这件事儿啊！成都就是比较有名，不是熊猫吗？黑黑白白，颜色像熊猫。哎，都是有寓意的，朋友们。像熊猫，圆圆脑袋大眼睛眨，圆圆脑袋大眼睛眨呀眨。他的待命因为有点慢热，让球过去，他对你把头摇。回头看我超级无辜样，帅到犯规还要尾巴笑。聪明不重要，可爱就够了。待命拿你没办法。待命黑白小傻狗。啊，副歌是这么唱的：待命黑白小傻狗。
洗不洗脑？带米带米黑白小傻狗，跑错方向转圈圈圈无敌哟！啊，跑错方向转圈圈，可爱无敌哟！你听的副歌很洗脑的。带米带米黑白小傻狗，跑错方向圈圈呆萌无敌哟！带米带米带米不太聪明也没关系，看到你心里就甜的蜜蜜。带米带米不太聪明也没关系，一看到你心里就甜甜蜜蜜，好不好听？你听那副歌。带米带米黑白小傻狗，跑错方向圈圈呆萌无敌哟！带米带米带米不太聪明也没关系，看到你心里就甜的蜜蜜。带米最可爱，永远爱你该来的样子。为他吃冷气冲你脸红花椒，长期玩家找半天找不到，出门散步突然停下来盯着空气发呆好半天，背都跟我超级无辜样，手到反骨还要尾巴笑，聪明不重要看就够了，带米带米到处帮我烧香。带米带米黑白小傻狗，跑错方向圈圈呆萌无敌哟！带米带米不太聪明也没关系，一看到你心里就甜甜蜜蜜。带米最可爱，永远爱你呆呆的样子。已经学会了，怎么样？逐渐上头，朋友们。别人家狗狗会各种技巧，你什么都不会，爱我最重要。你看，别人家狗狗会各种技巧，你什么都不会，爱我最重要。这句词儿确实是我写的，这句词儿确实是我写的啊，这个不是 AI 生成的，因为这句话就是走心了啊。别人家狗啥都会，但是你什么都不会不重要，你爱我最重要。这句最好了。爱你该来的样子。别人家狗狗会各种技巧，你什么都不会，爱我最重要。黑白小团子，呆呆的表情。是不是？朋友们怎么样？可以吧？如果我说我是说，如果你会不会有天也离开我的生活？谢谢各位。什么就只剩下一个我？你对我说不要失落，你永远会像寒冬里炽热的萤火。行了，再次感谢所有今天陪伴我直播的这些朋友们。可能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其实我对于自己年龄增长这件事儿，然后过生日这件事儿，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了。我说生日没那么在意了，是因为我觉得年龄一点点大了，不太想过生日。但是还好你们都记得我的生日，也愿意陪我过生日。当然要感谢今天所有参加我音乐直播的，不是音乐直播，所有参加我这个直播的这帮朋友们啊，陪我过生日的朋友们，谢谢各位啦。也谢谢很多朋友，就是这一年的陪伴和支持，和对我的那种无怨无悔的那种信任。
谢谢各位。那我的生日愿望呢，就是希望每一个认识我的人和我认识的人都能够身体健康，一切顺心。谢谢啦。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得回来看我。因为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我会等冬去春来，让山花谢了又开，听你一声呼唤，就为你奔赴而来。我们一定要重逢，我绝不会离开。当然也希望咱们新的一年，虽然今天我是过生日嘛，但是也是2026年的第8天嘛，也希望2026年我们都能一切顺利，然后继续开开心心的每一天，寻找生活当中的快乐，寻找生活当中所有的美好。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行吧，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各位。这首歌呢，也是我的一个原创歌曲。黑白小狗狗追梦的小傻子。行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画风突变。有朋友说我真是受够了，我真服了。你这么嫌弃我的原创音乐吗？你这么瞧不起我写的第一首歌吗？好，今天你瞧我不起，明天让你高攀不起。接下来我要好好研究这个写歌这件事儿。你等着，等我下一首原创歌曲出来的之后，震碎你。你不要因为我告诉你它是 AI 写的，你就带着有歧视的眼光。如果我说我是说，如果你会不会有天也离开我的生活？剩我就只剩下一个我。你对我说不要。看看戴米啊，戴米啊，来过来尿地上来。到你最爱的地毯上尿吧，来吧，戴米来过来吧，没事不用客气。我今天过生日，给你个面子，来，戴米，戴米，来尿，戴米，戴米，不敢进来了。刚才确实是叫我教育了一番，我刚才真的教育了一番。这边来，不敢进来，小傻子不敢进来了。你永远会像寒冬里炙热的烟火。小英可能是因为刚才他看我直播，然后听到这首歌他生气啊。有朋友说打戴米了，当然得打啊。
屁股打，肯定要打屁股的。狗呢一定得教育，朋友们，你不能因为你养狗这个东西，比如说它是，就是看到它感觉它是女明星，这玩意儿就是不能打它，得打。狗一定得教育啊，不教育对它，其实对狗的教育其实是对它好啊，是对它好，对它有让它有规范，不能让它那个有一些坏习惯。所以刚才听两遍生气了。行了，那也差不多了，朋友们，也感谢今天陪我过生日。那当然，这个也希望各位度过了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也有你们真好，这也愿你们这也过得愉快。那咱就下次直播不见不散了。咱可能过2天就成都见了，朋友们啊，成都可能没有票的朋友们就可以在网上也可以看到很多嘛。咱们就在网上见了，在微博见了，朋友们。最后还是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让我们伴随着这首非常动感的音乐，动感的音乐，咱们一起告别今天的直播，也祝各位这个一切顺利喽！黑黑白白，貌色像熊猫，演员脑袋大，眼睛眨眨，他的待命因为有点闷热，人就过去，他对你把头摇，回头看我超级无辜样，帅到犯规还要尾巴笑，聪明不重要，可爱就够了。你们一个个瞧不起我的原创音乐，希望你们不要在我下播了之后偷偷去网上搜这首歌，然后偷偷的去听。已经被我看穿了。没办法，带米黑白小傻狗，跑错方向，圈圈呆萌无敌哦。带米不太聪明也没关系，看到你心里就甜甜蜜蜜。带米最可爱，永远爱你开大的样子，为他只能是从你脸红脱脚，永远爱你开大的样子，为他只能是从你脸红脱脚。